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大溪桥。我今天造访大溪月眉人工湿地落雨松，就从这里出发，沿着大安溪的右岸走往月眉湿地，大概要走3公里吧。我想走路比较有益健康，所以我就把车子停在这里，然后一路散步过去。右侧的石阶步道通往大溪公园。大庆洞，这是石板古道，通往大溪和平老街，去逛一下。和平老街到了，既然来了，就顺道逛逛大溪和平老街。福仁宫。凤飞飞故居，草甸尾二巷，草甸尾二巷19号，凤飞飞故居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记忆。凤飞飞是属于我们那个时代。我儿子可能会问凤飞飞是谁？这就是岁月，所有的悲欢岁月都会随着时间而渐渐淡去。我有一颗红豆，带着相思悸动。我现在继续走往月眉人工湿地，这边有河滨步道，我就走河滨步道过去。玫瑰左岸庄园。五岭桥下这里有大嵙坎历史轴墙。昭和9年，日本政府将大溪桥改建为全长280公尺的双孔钢索吊桥。民国90年，大溪桥改建成为现在的形式。月眉山观音寺。这里有历史遗迹，码头缆桩的出土文物。这就是所谓的石锭吧，九丁啊，是用来系船的石墩。这些九丁啊，见证了大嵙坎航运的时代。这凹陷的部分，就是长期绑绳索磨蚀的结果。月眉山观音寺兴建于清代乾隆年间。我现在继续走往月眉人工湿地。前面这里有一整排，这都是有100年以上历史的细船石。从大溪桥出发，我已经走了1个小时了，才走到五岭桥附近而已。多情应笑我走得这么慢。这个季节走这条河岸步道，非常的宜兰。旁边这里是月眉停车场，停车场这里也设有 U-Bike 租车站。前面那边还有花田，过去看一下。已经到花季的尾声了。我继续走河岸步道，左前方远处那里是中庄调整池的取水口。
这是中庄南河眼，是中庄调整池的取水口。这里有一处临时停车场，我游荡了1个半小时，抵达月梅人工湿地。对岸那里就是月梅人工湿地种植的落羽松。 月梅人工湿地落羽松，月梅人工湿地落羽松。 虽然我觉得最美的时候还没到来，不过今天的风景已经是很棒了，游客也非常的多。我要继续走往山猪湖生态清水园区，中庄吊桥在那边。中庄吊桥就在前面，这里也设有小型停车场。我抵达中庄吊桥了。 我要从这里越过大汉溪，然后从大汉溪左岸回到大溪桥。哦，桥上风蛮强的。 中庄调整池，观景平台没有开放。中庄调整池是利用大汉溪的旧河道新建的一座水库，作为石门水库的备源水源。当台风期间，石门水库源水浊度升高时，中庄调整池可以提供紧急备源水源，以解决民生缺水危机。 我要离开中庄吊桥，继续走往大溪桥。大汉溪左岸比较幽静无人，右侧这里是瑞兴湿地，不过正在兴建中，还没有开放。 继续前行。大科坎人工湿地，右侧这里有个聚落，沙乌瓦兹聚落，是原住民的聚落。这里有沙乌瓦兹部落简介。 因为居住于大溪河滨旁，所以用阿美族语“沙哇”及河岸的意思为部落名称。1960年代，大量原住民移往都市谋生，桃园地区由于就业机会增加，不少阿美族人迁入此地居住。1980年代，阿美族人开始在大溪河滨公园水圳旁建立聚落。从1993年后， 由于多次发生政府官员强迫居民搬迁事件，于是族人开始团结、选举头目，并遴选干部成员，努力让沙乌瓦兹部落在此地落地生根。前面就是大溪河滨公园了，大溪河滨公园，这里也有 U-Bike 租车站。 大溪河滨公园也是有种植落羽松。游客都跑去月梅人工湿地那边看落羽松。大溪河滨公园这边落羽松
就显得比较寂寥，也比较幽静。湖岭桥，我快走回到大溪桥了。今天在大科坎溪左右岸徒步旅行，差不多走了超过9公里，4个小时。虽然主要的目的是要看落羽松，不过因为徒步旅行的关系，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景。那我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